这一下可真是不妙了。见此情形，楚风虽然表面波澜不惊，可是内心却已经打算该如何逃离此地了。虽说这名男子修为提升之后，那6品至尊的修为很不稳定，但那毕竟仍是6品至尊的修为。若是对方5品至尊境，楚风勉勉强强尚能一战，但6品至尊境，以楚风目前的修为，就当真是连一战之力都是没有。这种情况下，逃乃是楚风唯一的选择，但却也不能立刻逃，否则被对方发现自己胆怯，那楚风根本就逃不掉。猛然间，空间颤动，无形的力量自那位弟子体内释放而出，是威压。他并没有被楚风所吓到，反而直接选择出手。那威压来到楚风面前，楚风根本无法抵挡，被正面击中，不仅筋骨断裂，更是疯狂吐血。落地之际，已是身负重创。虽说楚风的戒灵之术达到了龙变2重，加上9龙圣袍以及结界血脉的力量，战力可以堪比6品至尊，但楚风的修为却只是1品至尊。就算楚风可以通过神级雷纹、雷霆铠甲、4项神力连续提升修为，将修为提升到4品至尊的境界，但也绝对无法与6品至尊的修武者抗衡。该死，难道这个家伙是故意的？此时楚风也是眉头紧皱，他猛然意识到这些家伙很可能是故意的，故意将他带到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封锁结界之术的力量。看来是赌对了，你虽然戒灵之术很是强横，但你的修为却不怎么样。那名凭借天赐神力将修为从5品至尊提升到6品至尊的男子，很是得意地看着楚风：马师兄，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原来你的天赐神力已经觉醒，能够在至尊境界提升1品修为。马师兄，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此时就连飞花斋的其他弟子也是对那名所谓的马师兄赞不绝口，原来这个家伙一直隐藏实力，莫说楚风没有发现他的天赐神力能够提升修为，就连飞花斋的其他弟子也是不知道这件事。我这天赐神力刚刚觉醒，修为就算提升，但也还不稳定，所以我刚才得知这个家伙可以击杀陆师兄之后，我才没有直接与他交手。本来我是打算这个家伙杀意已决的时候，我再提升修为与其奋起一战，但不曾想这个家伙如此贪心，竟然打起了此处天地奇物的主意。大家都知道，因为掌教大人布置阵法的特殊原因，导致通往主阵法的这道峡谷会封锁结界之术，所以我就想试一试，当这个家伙的戒灵之术被封锁之后，他的战力是否还会如此强横。现在来看，我赌对了，这个家伙只是戒灵之术强横，修为不怎么样。就算我这通过天赐神力提升到的6品至尊修为并不稳定，但是对付这个家伙也是绰绰有余。那马师兄很是得意地说道：马师兄，你太厉害了，一切尽在你的掌控之中。马师兄，你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否则们若真是将他带到了主阵法，那我们都别想活命了。是啊，马师兄，我们今日多亏了你。飞花斋的众弟子很是高兴，对这马师兄更是佩服不已。在此之前，他们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戏剧性一幕，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将楚风带到主阵法之前的准备了。正因如此，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而言也是非常的突然，只不过不同的是，对楚风而言，眼前的局面乃是致命的，可对于他们而言却是救命的。都是一家人，何必说这种话？反倒是这个家伙连我们飞花斋都敢招惹，甚至还杀了我们的陆师兄，他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师弟们，我觉得在将他交给太上长老处置之前，咱们有必要先让他知道咱们飞花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力。那马师兄说此话的时候，嘴角露出一抹阴险，对，必须给他一个教训不可。那些飞花斋的弟子被这马师兄提醒后，也是纷纷露出凶恶的嘴脸。不仅如此，他们一个个的更是从乾坤袋内取出兵器以及特殊的法器，有毒药，有毒虫，有毒丹，还有奇形怪状的兵器，无一例外，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折磨人的。怎么了？怎么这个表情？刚刚的你不是很嚣张，不是想取我们性命，不是还想让我们生不如死？那马师兄此时一脸得意地看着楚风，别废话，要杀要剐随便，你小爷我若是吭半声，就不叫楚风。楚风很是硬气地说道，这里的阵法太过强大，楚风是真的没有发现这道峡谷会有封锁结界之术的力量，而自己贪心想要抢夺此处的天地奇物，结果阴差阳错落得此时的田地。楚风也没什么好悔恨的，若是自己选的，就算不甘心死在这群人的手中，但他也没有后悔的余地。事已至此，楚风自然不会向这群人求饶，但就算死，楚风也要死得有尊严，这是楚风最后的倔强。楚风，这就是你的名字吗？很好很好，我马某人记住了，但是我就不信你真的能半声不吭。那名男子此话落下，眼中顿时凶芒毕露，紧接着只见其大袖一挥，刹那间无数把黑色的利刃如暴雨一般飞落而下，直奔楚风而去。不过眨眼的功夫，那些利刃便依次自楚风体内穿过。这些利刃不仅能伤肉体，还可伤及灵魂，只是短短的一击就已让楚风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只是这残忍的一幕过后，楚风竟真的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本来人们以为楚风是疼痛的昏死了过去，毕竟他们认得这兵器，这特殊的兵器直击灵魂深处，乃是这位马师兄专门用来折磨人的宝物。这兵器带给人的痛楚那可是难以想象的。可是仔细一看，他们却发现此时的楚风虽已面目全非，却意识尚在，一双眼睛正狠狠地凝视着他们。楚风他遭受如此重击，竟真的紧咬牙关，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你们今日最好能够杀了我，否则你们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谁都别想好过。楚风咬牙切齿地说道，还敢嘴硬，我看你能撑多久。那马师兄再度催动利刃，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弟子也用他们的手段开始对楚风发动攻势。一时之间，尖锐的利刃、恐怖的毒虫、可怕的毒药全部向楚风扑杀了过去。这等攻势，就算千军万马也难以抵挡。
可现在这样的攻势竟全部落在了楚风一个如此单薄的身躯之上，可任凭毒虫入体，撕咬内脏，任凭毒药侵入，噬杀灵魂，任凭兵器肆虐，摧残肉身，楚风却依旧紧咬牙关，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不是楚风不痛，实际上此时的疼痛的确难以忍耐。换作平时，楚风也会大喊大叫，鬼哭狼嚎，以喊叫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痛苦，释放自己的情绪。但现在楚风却凭借强大的意志力，硬生生的忍下了一切。这是楚风为自己的尊严而战，就算死也不能被这群废物小看。这个家伙是怪物不成？一番折磨之下，虽然飞花斋弟子极为恼怒，但却也有人再度露出恐惧的目光。在他们看来，在他们这样的折磨之下，就算是再厉害的修武者也难以承受。可楚风不仅承受了下来，竟然真的连半声惨叫都没有发出，这让他们感觉不可思议，感觉这不是人能够做到的事。尤其是楚风那一双眼眸始终恶狠狠地盯着他们，这更让人感到害怕，甚至不敢与楚风的目光对视。看什么看？看我不挖了你的眼！就在此时，那马师兄大喝一声，随后冰刃再度飞掠而出，两把冰刃分别对准了楚风的眼睛，两道鲜血溅起，残忍一幕发生，那两把冰刃分别洞穿了楚风的左右眼，就那样插在楚风的双眼之上。可楚风依旧没有发出半声惨叫。猛然间，一阵大笑响起，那竟是楚风的笑声。楚风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简直就是一堆血水，已然看不出这是一个人的模样。可楚风还是发出了一阵大笑，虽然那笑声有些虚弱，可进入这些人的耳中却是毛骨悚然。他们怕了，觉得眼前面对的根本不是人，人类不可能忍耐到这种地步。马师兄，杀了他吧！对，杀了这个家伙，以防后患，还是赶紧杀了他。恐惧之下，那些人不想再折磨楚风，反而想尽快杀掉楚风。他们怕呀，若是楚风不死，必是后患无穷，唯有楚风死了，他们才能心安。他们希望楚风立刻就死，立刻除掉楚风这个心头大患。只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敢下毒手，反而是希望这个马师兄能够出手。本来应当将你交给太上长老大人处置，但你实在可恶，今日我就亲自葬送你之性命。记住，杀你之人乃是我马成英。话罢，那马成英便再度催动那兵器，向楚风飞掠而去。只是这一次，他可不是折磨楚风这么简单，这一次他是要彻底摧毁楚风的灵魂，要抹除楚风的性命。利刃飞舞，穿过了楚风所在之处，在楚风所在之的留下了极为惨烈的景象。可是下一刻，在场的所有飞花斋弟子，包括那马成英，却皆是满面惊容。他们惊愕地发现，楚风不见了，不仅气息消失不见，就连那已经化作一滩血泥的身躯也是消失不见。这他人呢？马师兄，是你将他杀了吗？马师兄，你快说话呀！众人慌了，他们很怕，害怕楚风没有死。只是此时的马成英脸色也很不好看，他之前只是故作镇定，他其实也很恐惧，若不是因为害怕，他也不会急着将楚风抹杀。可现在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相比于其他人，他很清楚，刚刚那抹杀楚风的一击空了，在他那一击击中楚风之前，楚风就逃脱了。虽然他没有看到楚风是如何逃的，可楚风的确还是逃走了。马师兄，你不会失手了吧？他该不会真的逃了吧？看到马成英的脸色，飞花斋其他弟子也都意识到了不妙，甚至许多人吓得连身体都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还是低估这个家伙了，当真被他逃了。马成英说道，真的逃了，那怎么办？他一定会报复我们。走，必须赶紧离开这里，这里也不安全，必须去告知长老大人。事到如今，必须要告知长老大人了。那些人脸上的恐惧之色越来越浓，甚至有人大呼大叫，已然乱了方寸。事到如今，他们不能再继续如此，就算明知道打扰长老大人乃是大罪，可他们也必须一试。毕竟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楚风的手段有些超乎寻常，并且这楚风还是冲着此处的天地奇物而来。若是这种情况下还不告知长老们，那也同样是大罪。于是这些弟子决定之后，便一同来到了一座阵眼之外。而在这座阵眼之内的可不是寻常的长老，这位乃是他们飞花斋的太上长老之一，也是如今这片山脉之中他们飞花斋实力最强的存在。马成英，你确定你们所说的那个楚风先前险些被你杀掉，是用特殊手段逃跑的？飞花斋的太上长老已经得知事情经过，但还是以不确定的口吻对马成英询问起来。回禀太上长老大人，弟子所言句句属实，这些师弟都可以为我作证。那个家伙实在太诡异，不能小觑，如若不然，我们也不敢来打扰太上长老大人。您，马成英此话落下，那些其他弟子也是纷纷开口为马成英作证。看你们这胆小如鼠的样子，真是丢尽了我飞花斋的脸。可谁曾想，确认此事会后，那飞花斋太上长老却是讽刺的冷哼了一声。就算他的手段特殊，又能特殊到何地步？若真的他强大到可以将你们抹杀，那你们还会活到现在吗？你们还能来到这里向老夫通风报信吗？紧接着，那太上长老再度说道。这个听闻此话，马成英等人也是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们倒也觉得太上长老大人的话的确有些道理。假如那楚风的实力真的逆天到了那种地步，他们就不可能活到现在。毕竟先前他们对楚风所做的事情可以用丧尽天良来形容，而那楚风对他们的敌意，他们也是感受得很是清楚。若有机会，那楚风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才对。此处阵法乃掌教大人亲自布置，而那主阵法外更是有着守护结界，那守护结界极为强横，除了掌教大人和那个老疯子外，没人能够进得去。一个连阵法异变，导致可以封锁结界之术的峡谷都能将其困住的家伙，更是不可能的进得了主阵法。你们都回去吧，继续你们该做的事。
休息好了，便继续进入阵眼，助力大阵运转。在掌教大人回来之前，务必要将天地奇物炼化而成，否则那才是大罪。那太上长老得知楚风的事情后，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甚至都不愿意离开此地去寻找楚风，可以说完全没有将楚风放在眼里。太上长老，我们可是那些飞花斋弟子，却皆是面露为难。当他们将所知道的事情禀告太上长老大人后，就已经不担心那楚风是否会进入主阵法，毕竟他们将自己说的事情已经说了，就没有隐瞒之罪了。他们现在担心的乃是自己的安危，他们害怕楚风回来报复他们。若是回到刚刚休息之处，那楚风回来找他们，可怎么办？一群没用的东西！太上长老看穿了这些人的担忧，于是转身看向了身后，高呼一声：“李锐！”他此话落下，便自其身后的阵法之中走出了一名英俊的男子，他乃是这位太上长老的闭门弟子，名为李锐。弟子在，这叫做李锐的男子走出来后，便对太上长老恭敬地施以一礼：“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你与他们同行吧。若是那个叫做楚风的真的敢回来，无需活捉，直接杀了便是。先不说他杀了陆雄，单说他敢擅闯此地，也是死罪。”太上长老说道：“遵命。”李锐应道：“太上长老大人。”那弟子们便告退了。此时马成英等人也是终于告退，之所以不再惧怕，正是因为这分隔李锐。这李锐虽是一个小辈，可修为却已是极为强大，乃是一位6品至尊境的高手。虽同是6品至尊境，但他的战力却远胜同境界的人。就比如之前被楚风所杀的那个姓陆的6品至尊，就曾与这李锐交过手，但只是一击就被李锐重伤。可以说同在6品至尊境，但二人的实力却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之上。所以有着李锐跟着他们倒也不再惧怕楚风，毕竟他们都已经知道楚风的结界之术战力是堪比6品至尊境的，但结界之术终究只是结界之术，堪比也只是堪比，无法与真正的力量相提并论。楚风也许能够凭借结界之术抹杀那个陆雄，但他们却觉得楚风绝对无法战胜李锐。至于楚风能够脱困，乃是因为体内那只神鹿再度出手相助。神鹿不仅帮助楚风脱离险境，还用其力量帮助楚风恢复身体。眼下神鹿终于停了下来，将楚风带到了一处看上去比较安全的地方。真是不知死活，都已经身处险境了，你就不能说几句软话？偏偏他们就非要硬碰硬的找死。神鹿的声音映入了楚风的耳帘，这神鹿竟然有些埋怨，他埋怨的自然是楚风刚刚被那些人所折磨，连半句求饶的话都不说，反而一直威胁对方，简直就是自讨苦吃，自寻死路。前辈，那些家伙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是修武界的败类。我若向他们求饶，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丧失尊严啊！楚风说道。哟，尊严就如此重要？那你就是不怕死了。早知如此，本神就不救你，圆了你那带着尊严死去的心愿。神鹿再度说道。别呀，前辈，您可千万别不管我。其实我能有如此底气，就是仰仗着前辈，我就知道前辈不会见死不救的。楚风嘿嘿笑道，这个没心没肺的笑容，就好像刚刚发生的残忍一幕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一般，对他的内心竟没有造成丝毫影响。亏你还笑得出来，本神可不会一直这么好心。若你无法保护自己，也就不配得到本神的认可，也许下一次本神就会见死不救。那神鹿说道。前辈别呀，我会努力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楚风说道。少贫嘴，你这小子虽然有些小聪明，可还是太天真了。我告诉你，这里的主阵法是有守护结界的，就算你找到了主阵法也是没用，凭你的实力根本无法穿越守护主阵法的结界。但现在本神已经将你带了进来，这里就是主阵法之中，可别说本神不帮你。神鹿说道。多谢前辈，前辈您干脆好人做到底，帮我拿到那天地奇物，然后再带我离开此地吧，晚辈必会报答前辈的大恩大德。楚风说道。嘿，你小子别蹬鼻子上脸，本神对你的帮助到此为止，能否拿到天地奇物还要靠你小子自己的本事。神鹿此话说完便消失不见。前辈您好人做到底，帮忙帮到底不行吗？前辈前辈，楚风继续呼喊。他早就知道那神鹿很不简单，若他愿意帮自己，那么拿到此地的天地奇物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只是可惜无论楚风怎样呼唤，那神鹿都没有再回应楚风。这个神鹿还真是说到做到，说帮楚风到这里就真的帮楚风到这里。虽说神鹿并未继续帮助自己，但楚风倒也没有失望。事实上楚风之前他根本就没有指望着神鹿会救自己，楚风还以为自己死定了。他先前面对那些人的折磨时，是真的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了，而这神鹿能够救他已是意外收获。楚风已是非常感激。前辈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您，您对晚辈的好晚辈都记着呢，待前辈需要晚辈的时候，前辈就请开口，晚辈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必然会帮前辈。尽管那神鹿没有回应楚风，可楚风仍在说着，他知道那神鹿一定听得到他的话。事实上楚风现在经历的一切，那神鹿应该都是可以看到的，如若不然他也不会那么准时，每次都在楚风遇到危难的时候才现身相助。说完这番掏心窝子的话后，楚风也不敢怠慢，而是行动起来。他知道那些飞花斋弟子很可能已经去通风报信，楚风必须抓紧抢夺到那天地奇物才行，若是晚了可能就没机会了。于是楚风赶忙动身去搜索那掌控此处的界灵师。此地虽然很大，但楚风的观察力也是极强。很快楚风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吸引，一路追寻下来，他也终于看到了此地的主阵法。主阵法的力量无需多言，不愧是飞花斋掌教的手笔，的确强悍异常。这主阵法的力量是楚风所目前只能仰望的力量，而那主阵法的最中心则漂浮着一座巨大的铜鼎。那铜鼎虽被封锁，
可却仍挡不住那其中所散发出的气息。楚风猜测，那天地奇物应该就在铜鼎之中，铜鼎之外更是摆满了天材地宝，每一件都是价值不菲，甚至有许多天材地宝更是楚风看都没看过的。而在铜鼎之外，一位灰发老者正掌控着这里的一切。这个灰发老者发丝凌乱，宛如疯子一般，并且其身高不过1米，长得很是矮小，而其面容虽被那凌乱的发丝和胡子挡住了不少，但还是看得出来，他本就是一个丑陋之人。不用多想，楚风就知道他一定就是飞花斋的那位克钦长老。只不过这位克钦长老却并非此地的唯一生灵，在他的周围不仅摆满了天材地宝，还躺着多道身影。那些身影最大的身高足有1000米，宛如一座山峰，横卧于大地之上；而最小的只有半尺大小。那些有的是妖兽，有的是凶兽，有的则是天地奇物所化的生灵。而如同这样的生灵，在这里竟然有着上万道。只是这些生灵无一例外都是极为凄惨，他们的血液以及血脉之力正在源源不断的被阵法吸出，融入那铜鼎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许多生灵坚持不住死去了，而那些活着的情况也很不乐观，大多数都已是极为虚弱。飞花斋当真是一个应当除掉的势力。看到这一幕，楚风就断定这位克钦长老也不是什么好人。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修炼意图也同样如此。若是有人对自己不利，这种人该杀；可若只因为想要获取利益，便抹杀其他无辜生命，这种行为绝不可取。可偏偏有很多修武者为了利益和修为不择手段，连最基本的做人的底线都弃之不顾，这才有了这么多邪恶势力。这飞花斋就是一个典型。这位克钦长老虽只是克钦，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属于飞花斋，但他的所作所为与飞花斋却也是同类。尽管现在楚风很想除掉这个克钦长老，但楚风却并没有贸然出手。不管怎么说，对方也是一位领悟了龙变3重的界灵师，龙变之感第3重可获得堪比6品至尊的战力。虽说楚风凭借龙变之感第2重以及九龙圣袍还有结界血脉的力量，也可获得堪比6品至尊的力量，你若真的交手，楚风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过这并不是楚风最忌惮的，楚风最忌惮的乃是那座主阵法。这主阵法的力量非同小可，不仅仅是炼化天地奇物的力量强大，还具备着不小的攻击力。而那主阵法的攻击力究竟达到了何种地步，楚风也是看不透。可楚风却觉得那必然是超越自己的力量。既然这座主阵法的力量被那位克钦长老所掌控着，那楚风身在此处就绝对不是这位克钦长老的对手。楚风若想战胜这位克钦长老，唯一的方法就是暗中窃取这主阵法的力量，但这件事可不容易。对方可是龙变3重的界灵师，抛开战力不谈，只论界灵之术，他就在楚风之上。楚风想从他的手中神不知鬼不觉的窃取这主阵法的力量，简直堪比天方夜谭。当然，说是天方夜谭，只是按照正常的实力和手段来计算。可楚风偏偏有着不正常的手段，只能靠你了。楚风再度将天师浮尘取出，在神鹿不愿帮助自己的情况下，这天师浮尘便是楚风现在唯一能依仗的手段了。楚风已经想好了，此地不宜久留，他是最后一次尝试。若天师浮尘能够帮到自己，他就试一试；若是天师浮尘不能帮自己，那楚风二话不说，转身就溜。尽管楚风也很想得到此地的天地奇物，但这天的奇物可没有自己的小命重要。而当楚风催动天师浮尘之后，顿时大喜，天师浮尘再度有了反应，并且天师浮尘知道楚风所想，他直接释放出了力量，开始窃取此处主阵法的力量。为了不引起那位飞花斋克钦长老的注意，天师浮尘的力量乃是隐藏性的，可以说除了楚风之外，没有人能够发觉他的力量，就连掌控主阵法的那位克钦长老也同样不会发觉。这就是天师浮尘的力量，血雾天尊，难怪你之前进入遗迹皆能占得先机，有如此宝物，若是无法占得先机，那才奇怪了。楚风越是发现天师浮尘的力量，越是忍不住感叹他的强大。有如此至宝在手，楚风就好像面对任何结界之术方面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有着天师浮尘在手，楚风自身的界灵之术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天师浮尘的力量深不可测，就好像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至于那位克钦长老，并没有注意到主阵法的力量正在被人窃取，也没有注意到他对主阵法力量的掌控力正在减弱，但他此时很是暴躁，正在破口大骂：该死，怎么还是不行？这群废物，叫他们助力阵法，可他们一点忙都帮不上，都是饭桶，都是饭桶！该死的，到底缺什么？怎么还无法炼制成功？不应该的，应该早就该炼制成了才对，怎么还没好？到底是缺了什么？破口大骂之后，他又开始喃喃自语：这个老东西还真是追求完美啊！楚风躲在暗处，因为窃取了主阵法的力量，他也能感受到那个克钦长老所感受到的力量，甚至楚风能够感受到这覆盖了这片山脉整座大阵的力量。而这位克钦长老骂的倒也不是不无道理，尽管如今飞花斋的长老和弟子在全力催动阵法，想要增强大阵的力量的，对炼化天地奇物起到助力的作用，可实际上他们所提供的力量的确微乎其微。不过这天的奇物迟迟无法炼化，倒也与他们的助力强弱无关。飞花斋那些长老和弟子的助力不过是锦上添花之举，根本不是炼化天地奇物的关键。炼化天地奇物的关键都已在这主阵法之中，而这天的奇物迟迟无法炼化，就好像缺少了一样东西。究竟缺少的是什么？那克钦长老没有发现，楚风也同样没有发现，但楚风内心却已是异常欣喜。虽然这天地奇物还没有炼制大成，但其实已经基本成型。这天地奇物当真很不简单，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修炼至宝，
尤其是经过飞花斋费尽心思的炼制之后，这件修炼至宝更是可以说是世间少有。其他修炼至宝只是能够领悟突破契机，提供天地能量，但是否能成功突破，还要靠自己。就比如楚风，哪怕获得突破契机，却也要承受神雷的力量，才能顺利突破。可眼下那铜鼎之内的天地奇物，却能够越过一切障碍。楚风若是将其炼化，不会引来神雷，不会遭受雷法，便可直接突破。那就好像是一颗能够瞬间突破修为的灵丹妙药，只要吞服它，就可以让修为增进，并且这颗灵丹妙药的力量还不容小觑。在楚风看来，那天地奇物的力量让自己连续突破2重修为绝对不难。停了，楚风看向手中的天师浮尘，虽然自己仍在催动天师浮尘，可天师浮尘的力量却已经收回。天师浮尘已经停止帮助楚风窃取此处主阵法的力量，是到极限了吗？楚风再度尝试了一下，可天师浮尘仍然没有反应。但楚风并没有将天师浮尘收起来，反而仍是将其握在手中。楚风现在虽然掌握了一部分主阵法的力量，但却仍没有把握击败这位克钦长老，而天师浮尘的力量难以估算，将其握在手中，也许关键时刻能够帮助自己。忽然间，天地间的惨叫变得越发刺耳，原来是那克钦长老眼见着无法将那天地奇物彻底炼化成功，那克钦长老便开始疯狂压榨那些被抽取血液与血脉之力的生灵们。这样下去，此处的生灵很快就会全部死去。这个家伙真是疯了，一方面不忍见这么多生灵就这样白白死去，另一方面楚风也知道，就算那克钦长老将这些生灵全部吸干，活活炼化致死，其实也无法将那天地奇物炼化成功。所以楚风决定现在就出手。楚风催动阵法力量，那磅礴的阵法力量便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向那位克钦长老扑杀了过去。不过那克钦长老反应极快，那攻势还未靠近他便赶忙运用另外一部分阵法力量，将攻向他的力量压制了下去。反应够快的楚风此时也是终于现身。事实上，当楚风催动阵法力量的时候，他就已经暴露，就算不现身，也会被那克钦长老发现。你是什么人，竟然能够掌控这阵法的力量？克钦长老看到楚风也很是意外，此时一双阴险的眼睛正在从头到下来来回回地打量着楚风。我是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如果你非要知道，那你可以叫我正义。楚风此话说完，便再度催动阵法。这一次，大地翻腾，山石崩裂，主阵的力量被楚风完全调动起来。那力量果然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强大，是一种至尊巅峰，无限接近5尊境的力量。原来如此，是窃取了主阵法的力量。不过你可休要小看老夫，那克钦长老倒也不是寻常之辈，他不仅轻而易举的调动另外一部分主阵力量，挡下了楚风的攻势，并且他也明白了事情经过，意识到了楚风能够催动主阵法的力量，乃是因为楚风趁他不注意，窃取了主阵法的掌控权。这群废物竟让人混了进来，没用，饭桶，全部都是饭桶。克钦长老开始破口大骂，而骂人之时却也没有停止催动阵法。这个老家伙竟然一边控制主阵法的力量，继续炼化那天地奇物，而另外一边则是催动主阵法的力量，向楚风反攻而来。最诡异的是，面对那克钦长老反攻之势，楚风竟很快陷入了劣势。明明都在运用主阵法的力量，并且楚风所催动的主阵法力量更为磅礴，可楚风却偏偏不敌。糟糕，似乎是小瞧了这个老东西。楚风眉头紧皱，在楚风看来，楚风如今掌握的阵法力量丝毫不逊色于那位克钦长老，加上那克钦长老正在催动一部分力量，继续炼化天地奇物，那克钦长老对楚风发动攻势的力量已是弱于楚风才对。可偏偏他的战力更强，并且能够压制楚风，这一切很是不合常理，让楚风意识到他还是小瞧了对方。这里的一切并没有楚风想的那么简单。你这小鬼，有些本事，说你是如何窃取这主阵法的力量的？是你手中那件宝物吗？那克钦长老将目光落在了楚风手中的天师浮尘之上。楚风没有回答，而开始全力催动阵法。这可是事关生死一战，楚风必须全力以赴。只是奈何天师浮尘似乎不愿再帮楚风，哪怕楚风将其握在手中，想办法催动他的力量，可是他却没有给予楚风任何帮助。这种情况下，楚风能够依仗的便只有自己，但只是用蛮力去战，却也毫无意义。所以楚风开始观察主阵法的力量，想看一看是不是他忽略了什么，所以才无法战胜这克钦长老。很快，楚风发现了契机，是结界血脉。那克钦长老掌控的阵法力量之所以比自己强，乃是因为他将自己的结界血脉与这主阵法相融，而他既然能用结界血脉与阵法相融，那楚风也一定可以。于是楚风也不怠慢，赶忙催动自己的结界血脉与这主阵法的力量相融。果不其然，血脉融合之后，楚风的所掌控的阵法力量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本被对方压制的楚风不仅反扑而去，更是开始压制那克钦长老。结界血脉，此时那克钦长老也是发现楚风将自己的结界血脉与主阵法的力量相融了。不过发现这一情形之后，他不仅没有恐慌，反而变得兴奋起来。不简单，果然不简单，你的结界血脉竟如此强横，老夫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强横的结界血脉，难怪你能在老夫面前窃取主阵法的力量。你这小鬼好是厉害。老夫知道了，天意，这是天意啊。那克钦长老越发兴奋，甚至发出诡异的笑声，紧接着他的战力竟然再度大涨，并且这一次比之先前增强数倍。楚风再一次被压制，并且被压制的彻彻底底，哪怕楚风的结界血脉已经与主阵法的力量相融，却也仍然无法与此时这克钦长老所释放的阵法力量抗衡。终于
楚风抵挡不住，被对方的主阵法力量击溃。随后，对方的阵法力量更是如潮水一般，将楚风包裹起来。那阵法力量明明可以将楚风轻易抹杀，但是他却并没有。他先是催动阵法力量，抽离楚风体内所窃取的主阵法掌控权，将主阵法掌控权收回之后，竟又在楚风身上布置了一座阵法。你想做什么？楚风凝声问道。他毕竟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他已经看出这阵法是一种炼化阵法。这个克钦长老是想要将自己炼化掉。你既然看出来了，又何必多此一问？我不管你是来自何的，但你的结界血脉对我炼化这天的奇物有用，所以你的命老夫就收下了。不过在你临死之前，我倒是可以让你死的瞑目。你以为窃取了此处的主阵法力量就能与老夫抗衡？你以为你的结界血脉在老夫之上就能超越老夫？其实你的想法是对的。正常来说，你的确可以战胜老夫，但你知道为何你还是不能与老夫抗衡吗？你知道为何？哪怕你的结界血脉强大至此，都不是老夫的对手吗？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那克钦长老说话间，便将自己的衣衫猛然撕扯开来，露出了自己的胸膛。楚风能够看到，在那克钦长老的心脏处，竟然有着一道极为强大的阵法。那阵法不仅与这克钦长老的心脏相连，更是与其灵魂相连。是那阵法增强了他的力量，使得他所催动的主阵法力量远远强于楚风。这是飞花斋掌教亲自刻印在我老夫身上的。这阵法只有2道，一道在老夫身上，另一道在飞花斋掌教身上。所以此处阵法的真正掌控者只有2个人，一个是飞花斋掌教，另外一个便是老夫。莫说你窃取了一部分主阵法力量，就算你窃取了全部力量也是没用，因为老夫永远是这阵法的掌控者。那克钦长老哈哈大笑，且说话间，他竟打开了那铜鼎，随后直接将楚风丢到了其中。天意，天意，这可真是天意！那群蠢货虽然没用，放了这样一个天才进来，可却成全了老夫。老夫就要将这天地奇物炼化成功。不是炼化天地奇物，而是炼化结界血脉。如此厉害的结界血脉，对老夫而言有着极大帮助，其价值远远超过那天地奇物。飞花斋掌教，可不能怪老夫了，如此有用的东西，老夫要自己享用了。将楚风丢入其中后，那克钦长老开始仰天大笑。至于楚风，则是落入水深火热之中。这铜鼎之内温度极高，楚风落入其中，很快便感觉肌肤被焚烧殆尽，整个肉身都快要被毁掉，灵魂也遭受波及。铜鼎内本就受主阵法的掌控，炼化之力极强，再加上楚风身上又被那克钦长老加持了炼化阵法，这更会加快楚风被炼化的速度。这样下去，只需要短短1炷香的功夫，楚风就要被炼化在这里面，死定了。当进入此处那一刻，楚风就知道自己死定了。楚风不停地催动天师浮尘，也开始向那神鹿求助，可无论是天师浮尘和体内神鹿都没有了回应。很快，楚风便肉身尽毁，灵魂也是遭受到了那炼化之力的摧残。楚风尽管努力使自己变得清醒，他还是难以承受这一切，很快便开始意识模糊。也许这一次真的是要死在这里了。楚风很不甘心，但却也不后悔自己的选的路，有什么可后悔的？但他恨自己不够强大，恨自己不够理智。若不是自己疏忽轻视了那位克钦长老，也就不会遭此劫难。这感觉可突然，楚风神色一动，他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不仅模糊的意识开始恢复，席卷全身的痛楚也正在急剧减少。先前还如索命恶鬼一般对自己疯狂扑杀的炼化之力，竟在一瞬间全部消失，而席卷楚风的痛楚也随之开始减缓。他的身体竟然在恢复，这一切是如此的诡异。但楚风很快就发现了事情的起因，原来是那炼化之力席卷全身，触碰到了楚风的结界血脉，而与楚风的结界血脉接触之后，主阵法的力量就产生了如此变化。但接下来让楚风更为诧异的一幕发生了，在炼化之力退去的同时，楚风竟又感受到了主阵法的力量。楚风再度开始掌握此处主阵法的掌控权，就连楚风身体的恢复也是主阵法的力量在帮助楚风。但这一次楚风并没有催动天师浮尘，是结界血脉，是楚风的结界血脉正在暗中窃取主阵法的力量。不能说是窃取，这不是窃取，这是臣服，是此处主阵法的力量正在臣服于楚风的结界血脉，主动向楚风投诚，主动将自己的力量交给楚风，为楚风所用。为何会这样？难道说是我刚刚催动主阵法力量的时候，用自己的结界血脉与主阵法相融，使得主阵法与我的结界血脉产生了认主效应？看来这一次是母亲大人救了我。楚风欣喜若狂，他已经搞清楚了来龙去脉，这一次能够得救，靠的不是天师浮尘，也不是神鹿，而是他母亲给予他的强大血脉。是这结界血脉救了楚风一命。强大的结界血脉只是曾与主阵法交融，主阵法的力量就主动投诚，臣服于楚风。虽然这很不可思议，但是这一幕却在真实发生。要不了多久，楚风就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再度掌控主阵法的力量，并且这一次楚风所掌控的力量很可能会超越那克钦长老。当摆脱了炼化之苦后，楚风也是可以观察铜鼎内部，这里面同样有着无尽的天材地宝，但最先落入楚风眼帘的却是一颗灵芝形状的石头。那石头晶莹剔透，一看就是不凡之物，它必然就是此处的天地奇物。只不过它却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灵智，它的灵智早就被飞花斋的人抹除掉了，如今变成了一件单纯修炼至宝。但不管如何，都不得不承认，此物当真是非常厉害。修炼至宝，这才是真正的修炼至宝，只要将其炼化，楚风修为必会增长。天意啊，天意啊！老夫若将这小鬼炼化，结界血脉必将提升，老夫的界灵之术将突飞猛进。此时，外面传来那克钦长老的意的声音。先前听到这声音，
楚风感觉很是不爽，很是愤怒。可现在听到那位的笑声，楚风的嘴角却也不由得掀起了上翘的弧度，还真的是天意。楚风笑得意味深长，他知道这场对决的战局即将扭转。楚风再度将目光看向那天地奇物，只是此时楚风的眼中却涌现出了一抹冷冽。紧接着，楚风意念一动，便有磅礴的结界之力将那天地奇物包裹，那是来自楚风的炼化之力。楚风的炼化之力开始疯狂分解天地奇物，而天地奇物的力量也开始快速的涌入楚风体内。伴随着这天的奇物的力量涌入体内，与自己灵魂相融，楚风的修为也开始增长。2品至尊、3品至尊、4品至尊，楚风修为连续突破，最终定格在了4品至尊境。这天地奇物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强大。本来楚风以为他只能突破2重修为来到3品至尊，却没想到这天地奇物比自己想象的还强，让自己一口气突破到了4品至尊。4品至尊境，这个修为已是可以挑战卧龙武宗的传送大阵，爽，真是过瘾。楚风兴奋异常，他感觉畅快淋漓，他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过这样的突破方式了，不会引来天雷，更不会承受雷罚之苦。修为就这样直接突破，并且还是连续突破3重，能够再至尊境，连续突破3重，由此可以看出这天的奇物的厉害。毕竟楚风突破修为本就比常人困难，倘若炼化天地奇物的不是楚风，人是其他人将此物炼化，也许修为突破的会更多。这天地奇物当真力要得，天意啊，天意！外面那位客卿长老的声音仍在响彻着，看得出来，这位客卿长老能够捕捉到楚风，当真是兴奋极了。听到那位的声音，楚风嘴角的笑容则再度变化，因为眼下的局面已经变得不同。楚风已经凭借自己的结界血脉扭转了战局，他不仅炼化掉了飞花斋费尽心思所炼制的天地奇物，使自己修为突飞猛进。楚风更是凭借自己的结界血脉掌控此处主阵法的全部力量，并且这阵法的掌控可以说是彻彻底底，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强大许多。楚风已经成为了这主阵法真正的掌控者，不仅仅是这片区域的主阵法，就连整片山脉的阵法力量都被楚风所掌控。甚至通过这主阵法的力量，楚风能够感受得到飞花斋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自然也能够感受得到这片山脉之中如今众强者的实力。那些弟子没有骗楚风，这位客卿长老的自身修为并不是很强，他能够战胜楚风，凭借的完全是主阵法的力量。只论修为，眼下此地实力最强乃是一位飞花斋的太上长老，其实力在2品5尊境，不过他也是眼下这山脉之中唯一一个5尊境的高手，也是楚风唯一一个忌惮的大敌。但因为楚风已经完全掌控了主阵法的力量，所以楚风却有办法避免与其交手。楚风运转主阵法的力量，改变了阵法的结构，开始掩盖真相。不仅天地奇物被楚风炼化不会被他们发现，还让那位飞花斋的太上长老误以为这天地奇物就要大成，使其专心催动阵法力量，不离开阵法半步。这样一来，楚风就可以为所欲为。只不过楚风运用主阵法的力量改变天地奇物的事情，不仅仅那位太上长老感受得到，就连那位客卿长老也同样感受得到。要成了，就要成了。此时那位客卿长老兴奋不已，他已经成功被楚风欺骗，还真的以为天地奇物的炼化就要完成，却不知道真正的天地奇物其实已经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已经被楚风所炼化掉了。于是当一声轰鸣传来，当那铜鼎的鼎盖被掀飞之后，那客卿长老也是大吃一惊，不明白怎么会突然这样。而他不知道的是，这种吃惊只是开始，真正会让他吃惊的事马上就要发生。不好意思，看来是把你吓到了。楚风声音响起的同时，楚风的身影也自铜鼎之中飞掠而出。楚风之前连肉身都被焚烧殆尽，衣衫也早就没了，可是现在的他不仅肉身恢复，更是换好了新的衣衫。虽是自铜鼎之中飞掠而出，可楚风看上去却是意气风发，整个人的状态比之进入铜鼎之前还要好上数倍。你怎么会？就如楚风所料，看到此时的楚风之后，那位飞花斋客卿长老不仅一张丑陋的老脸吓得满是惊容，就连说话都变得结巴起来。在他看来，楚风的出现不仅突然，更是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才对。看着那满面震惊且不知所措的客卿长老，楚风则是再度开口：多谢成全，这天的奇物的味道非常不错。楚风说这话的时候，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听闻此话，那位客卿长老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他赶忙飞掠而起，向铜鼎之内观望而去。这才发现铜鼎之内的天地奇物已然消失不见。怎么会这样？你做了什么？你究竟做了什么？那位客卿长老很是不解地大喊起来。他通过主阵法的感应，明明还能够感受得到那天地奇物的存在，并且他能够感受得到那天地奇物即将炼化成功，可为何通过肉眼向铜鼎内观望，却根本看不到天地奇物的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却是这位客卿长老所不愿意相信的可能。既然你都看出来了，又何必多此一问？楚风眯着双眼，将先前这位客卿长老说给自己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你这混账！猛然间怒吼响彻开来，那客卿长老已然对楚风出手，磅礴的主阵力量拔空而起，直接向楚风冲刷而去。当然这一次他催动主阵法的力量同样没有抹杀楚风的意思，这客卿长老舍不得杀掉楚风啊，毕竟在他看来，若是将楚风炼化的话，那么他能得到的好处可是远非那天地奇物可比的。虽说他没有杀死楚风的打算，但在他看来，他所催动的这个力量程度将楚风控制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谁曾想那主阵法的力量
刚刚靠近楚风，便如同静止了一般，竟忽然不动了。明明距离楚风只有半寸的距离，只差半寸就能将楚风抓住，可那主阵法的力量却不受他所控制一般，停止不动了。无论他怎么催动，都没有任何反应，这让克钦长老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怎么了？你是没力气了，还是主阵法不受你所用了？楚风露出了嘲讽的目光。你少得意。听闻此话，那克钦长老加大了催动主阵法的力量，可是这一次却依然无用。哪怕他已经运转了飞花斋掌教，赋予他身上的阵法力量，可那主阵法的回应却与先前一样，没有任何效果。此时的他就好像真的失去了对主阵法的掌控之力了一般，这可将这位克钦长老吓得不轻。这种无力的感觉让他感觉到了不妙。看着那已经吓得冷汗连连的克钦长老，楚风嘴角的笑容变得诡异起来。楚风意念一动，那本是席卷向他的主阵法力量便开始变化，那力量化作一条光芒巨龙，夹带着阵阵怒吼，在天地间飞舞，围绕着楚风盘旋起来。一时之间，地动山摇，狂风大作。那明明是结界之力所化作的巨龙，可却宛如真龙一般，正在呼风唤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看着那主阵法力量的变化，这位克钦长老吓得连连后退，身体开始无法控制的颤动起来。他一直在想办法操控主阵法的力量，想让主阵法的力量化作的巨龙停止围绕着楚风盘旋，可却没有作用，一点作用也没有。他当真已经彻底失去了对主阵法的掌控。而就在下一刻，楚风单手对其一指，那阵法巨龙便张开血盆大口，向那克钦长老冲击而去。起初，克钦长老还想催动主阵法的力量进行抵挡一番，可是奈何依旧无效。这种情况下，他也是不敢怠慢，赶忙释放出自己真正的修为，转身就要逃脱。可是他的实力终究有限，怎能斗得过这堪比至尊巅峰的主阵法力量？只见主阵法的力量瞬间便将其吞噬，其弱小的身躯在那阵法巨龙的面前就如同一只蚊子一般渺小。当主阵法的力量过后，那克钦长老已是落在地上，动弹不得，大口大口的鲜血如注一般从他的口中不断喷洒而出。虽说他的外表没有太大变化，可实际上他的灵魂已然遭受了致命的冲击，他不仅身负重伤，更是性命垂危。你这小畜生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你对这大阵的掌控力会超越老夫？那克钦长老用虚弱的声音歇斯底里的大吼起来，一双老眼更是瞪得溜圆，眼中尽是不解。还不明白吗？既然如此，我就让你死得瞑目。楚风说话间，意念再度转动，在那阵法巨龙的身上便涌现出了奇特的气息，那气息正是楚风独有的结界血脉。结界血脉的力量贯穿了整条结界巨龙，就如同结界巨龙的灵魂一般，与其已是不可分割。你，那克钦长老已经说不出话来。他其实早猜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但当他亲眼看到之后，他却不得不去相信这一切。楚风运用结界血脉操纵了主阵法的力量，彻底掌握了主阵法的掌控权。尽管他早就知道楚风的结界血脉非同小可，可若非亲眼所见，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竟有人可以凭借结界血脉强行夺取一座大阵的掌控权。尤其这座大阵，那可是飞花斋掌教的手笔啊！老夫知道我活不成了，我也不会厚着脸皮向你求饶，但我希望看在大家都是戒灵师的份上，你能告诉我一件事，真正的让老夫死得瞑目。那克钦长老说道。什么事？楚风问道。你究竟是谁？你是来自哪里？那克钦长老问此话的时候，一双老眼也在凝视着楚风，他是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势力能够给予眼前这个小鬼如此强横的结界血脉。只是听到这个问题，楚风不仅没有回答，反而是笑了笑。你笑是什么意思？那克钦长老眉头紧皱，他从楚风的笑容中看到了不妙的东西。笑什么？我笑你这种卑鄙小人，你不配知道我来自哪里。楚风说完此话，便大袖一抓，那克钦长老的乾坤袋以及他身上的所有宝物都被楚风抓取到了手中。紧接着，那主阵法的力量再度变化，阵法巨龙的利爪从天而降，直接刺入了那克钦长老的身躯，不仅破坏了他的丹田，阵法巨龙的力量还渗透到了他的灵魂，摧毁他的精神力。克钦长老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知道不仅仅他的修为正在被楚风抹除，就连他的结界之力也正在被楚风抹除。虽然他早就知道难逃一死，可当死亡降临的时候，他还是怕了。于是他没了之前的骨气，开始向楚风求饶。少侠，放过我吧，给我一条活路。你我本无冤无仇，你是冲着那天地奇物而来，既然你已经得手，何必对我赶尽杀绝？饶了我吧，我的修为都被你废除了，留我一命，我愿将我毕生积攒的宝物都给你。克钦长老求饶的声音响彻不断，但楚风却好像听不见一样。对于楚风而言，放过这个克钦长老是不可能的事，毕竟这个老家伙先前可是打算活活将自己炼化致死，怎么叫得这么凄惨啊？这才刚刚开始，别急，留着点力气，等一下有你叫的。楚风说完此话后，便抬起手来，那克钦长老的身躯也是随着楚风的动作漂浮而起。随后，楚风便将那克钦长老丢到了铜鼎之中，开始炼化那克钦长老。但这一次的铜鼎已经被楚风动了手脚，楚风不会轻易的将让这克钦长老死，楚风要将自己先前感受的痛楚100倍、1000倍的奉还回去，他要满满的折磨死这个克钦长老。小畜生，你不得好死！老夫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啊！呀，杀了我！你杀了我吧！落入铜鼎之中，那克钦长老的惨叫果然更加凄惨，自知已经难逃一死，他开始破口大骂，用尽恶毒语言侮辱楚风。但楚风听到这种骂声，不仅不气，反而觉得可笑。修武者向来以实力说话，当其承受对方带给他的痛楚，却只能以辱骂
回敬的时候，恰恰彰显了他的无力。楚风扫视了一眼那盘踞在大地之上的各方生灵，忽然，楚风意念一动，在这片山脉之中出现了一道贯穿天地的巨大结界门，那是楚风运用主阵法的力量开启的结界门。这道结界门可以直接通往山脉之外。开启结界门后，楚风又将那些还活着的生灵全部解放开来。多谢大人。这些生灵不仅有天地奇物，还有来自各个实力的妖兽。这些妖兽与寻常修武者其实没有任何区别，他们明白一切，都知道是楚风救了他们，此时都开始跪在地上，向楚风施以跪拜大礼。他们都知道，若不是楚风今日来此，他们都将像其他生灵一样，被这个克钦长老活生生的炼化致死。快走吧，离开这里之后就尽量躲远点，别再被抓回来了。楚风说道。楚风此话落下，顿时地动山摇，那些生灵都开始疯了一般，向那道结界门狂奔而去。但却也不是所有生灵都只顾着逃窜。一道瘦小的光芒体自楚风身边飞掠而过时，忽然驻足，对楚风问道：“大人，您不走吗？”那光芒体发出了温柔的声音，它是一个天地奇物，还未大成，但已孕育出生命和智慧。我还有事要做。楚风说完此话，便身形一纵，离开了这座主阵法。但楚风却并没有离开这片山脉，因为楚风运用主阵法制造了假象的原因，几乎所有能接触到阵法的人都已经被楚风所欺骗。所有阵眼内的人都觉得那天地奇物即将炼化成功，所以眼下不仅仅是那位太上长老，阵眼内的所有人都在全力催动阵法，希望尽快将天地奇物炼化而成。毕竟只要将天地奇物炼化而成，对他们而言也是大功一件。不过却有一些人是例外，那就是不在阵眼之中的人，比如马成英等弟子，他们还在之前休息的地方。别看这些人平日里人模狗样，宛如高高在上的仙人，可实际上就是一群恶事做尽的苟且之辈。休息的时候做什么事情的都有，大多不堪入目，不过却也有着一群人围绕着那个太上长老的弟子李锐。这些人都在拍着那李锐的马屁，毕竟这李锐可是太上长老的闭门弟子，不仅修为在他们之上，宗门内的身份也是在他们之上，他们都想和这个李锐搞好关系。至于李锐对于他们的阿谀奉承倒也是欣然接受，在其脸上始终挂着一抹得意。哟，你们居然没有逃！可忽然间一道声音打破了此地的宁静。听闻这个声音，马成英等人皆是身躯一紧，因为这个声音是如此的耳熟，可对他们而言，这个声音却是他们最不想听到的声音。而瞬身观望，先前还喜笑颜开的面容则是瞬间石化凝固，紧接着他们眼中的目光便被浓浓的恐惧所代替。他们已经看到了楚风，李锐师兄，他就是那个楚风。眼见着楚风出现，马成英等人赶忙躲到了李锐的身后。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楚风当真来找他们报仇了。而眼下唯一能够救他们的就只有这个李锐了。你的胆子还真够大的，你就不怕死吗？那李锐眯着眼睛，较有兴致地打量着楚风。相比于已经被吓得屁滚尿流的马成英等人，这李锐的身上并没有太多恐惧，他对楚风则是比较好奇。经过先前马成英等人的讲述，他已经知道了楚风的事情。在他看来，楚风已经行踪暴露，既然能逃，必然已经早早地逃离了这片山脉，绝对不会有胆子回来。可是偏偏楚风回来了，这是让李锐感到意外的地方。至少楚风的胆量是出乎他的预料的。今天的确有很多人要死，但不是我。楚风说这话的时候，将目光扫向马成英等人。虽然楚风眯着双眼，那个样子像是在笑，可偏偏那目光落到马成英等人身上时，马成英等人却是吓得瑟瑟发抖，都不敢与楚风对视。恐惧，他们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小辈身上感受到这样的恐惧，但也不怪他们胆小，毕竟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确定楚风不是人类，而是怪物。果然够狂妄。此话说完，那李锐的身躯一震，顿时狂风大作，风云变幻，一股强大的气息自其体内释放而出，瞬间充斥这方天地。那是威压，六品至尊境的威压。只是亲眼看着那李锐将其威压释放出后，楚风不仅不惧，反而轻蔑的一笑。他们难道没有告诉你们飞花斋已经有一名与你一样修为的人死在了我的手里？楚风说道。哼，那种废物怎能与我相提并论？听闻你的结界之术战力堪比六品至尊，我也刚好想领教一下结界之术的战力究竟会强到何种地步，所以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此话说完，那李锐便身形一纵，化作一道流光，直奔楚风而来。他没有施展任何武技，而是运用自己的肉身向楚风攻了过来。他的拳头正对楚风的面门便砸了过来。可是面对李锐的攻击，楚风却是不闪不躲，一动不动，唯有嘴角的笑容变得更浓，嘲讽，那是一种极其轻蔑的嘲讽，那种神态完全就是没有将李锐放在眼中。狂妄，楚风的轻视让李锐变得恼怒，于是他改变了心思，本是试探性的一拳开始变得更为凶狠。他改变了注意，他不再只是想试探一下楚风，他是想要凭借这一拳将楚风抹杀。眨眼间，他已来到楚风近前，那暗藏杀意的一拳更是直奔楚风的面门砸来。别看这只是一个人类的拳头，可这一拳的威力却堪称毁天灭地。可是面对这样的一拳，楚风却依旧不闪不躲，就连嘴角的笑容反而又浓了几分。终于这拳落下，不仅地动山摇，更是发出了刺耳的轰鸣。只是这一拳落下之后，那李锐却是疼得龇牙咧嘴，连连后退。而再看向自己轰出的拳头，早已是皮开肉绽，筋骨断裂，血肉模糊。至于楚风，则是依旧站在原地，完好无损，连一根汗毛都没有落下。这一幕没说那李锐震惊，马成英等人更是目瞪口呆。李锐不是主动攻击的人吗？为何楚风没有负伤，反而是李锐受了伤？是结界之术吗？
李锐盯着楚风问道。他知道先前他没有击中楚风，他的拳头被无形的力量挡了下来，正是那无形的力量使得他的拳头皮开肉绽。只是他看不到那力量，而他觉得那应该就是楚风的手段，那是结界之术，连挡下你攻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依我看，你与先前我杀的那位也没有什么区别嘛。对于李锐的问题，楚风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是出言羞辱。狂妄的东西，我会让你知道小爷真正的力量。李锐彻底被楚风所激怒，原本英俊的脸庞都被气得火红，枪啷啷。只见手臂自乾坤袋内划过，一道寒光涌现开来，乃是一把银色长剑。银色长剑出现，顿时释放出搅动风云变幻的气息，那乃是一把半城尊兵。而半城尊兵在手，那李锐的战力顿时大增。紧接着，李锐单手捏诀，而那半城尊兵内更是光芒涌动。随后，李锐对着楚风猛然一挥，刹那间，漫天的青色剑气铺天盖地的对楚风扑杀而去。但那可不是寻常的剑气，那是一种武技，乃是尊境武技，并且还是4段尊境。在先前那一拳攻击失败之后，这李锐也是不敢大意，这一次的攻击才是他真正的底牌，这是他所掌握的最强的手段。剑气掠过虚空，很快便来到楚风近前，漫天的剑气如同烟花一般，不断在楚风的面前绽放。只是见到这一幕后，莫说马成英等人吓得浑身颤抖，就连那李锐的脸色也是变得格外难看起来。在他那自负的眼眸之中，终于涌现出了恐惧之色。他怕了，因为哪怕是他的最强手段，这已修炼至大成的4段尊境，却也无法击穿楚风身前那无形的屏障。他那4段尊境所释放的漫天剑气，无一例外尽数被挡了下来。该死！事到如今，李锐也不得不承认，他低估了楚风。楚风的结界之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根本就不是楚风的对手。眼见自己的攻势无用，李锐倒也没有犹豫，转身便逃。但这李锐也算有些良心，他并没有自己逃跑，而是逃跑之时大袖一挥，运用自己的武力将马成英等人全部带走。看到他们所逃的方向，楚风则是笑着摇了摇头，因为他们所逃的方向乃是主阵法的方向，确切的说，他们是逃向了那个能够封锁结界之力的峡谷。先前马成英等人就是凭借那道可以封锁结界之力的峡谷扭转了局面，而现在的李锐明显是想故技重施，